随着平衡之境地城比赛在2小时内快速落幕，天命2也迎来2025年的最后一个活动黎明日，趁大家游走星系送饼干或者探索新地城的同时，来介绍我常拿来搭配光剑英勇之刃的猎人配装。相较术士和泰坦，反叛浪潮中的猎人上限虽然依旧很高，但尤其在容错率低、难度稍高的场合，对我们这些休闲玩家来说就不是很友善。希望以下介绍能帮助大家在帅气挥剑的同时，也能对团队有点帮助，或至少不要死得太难看。开始之前提醒一下，英勇之刃的模组冲击核心每周末会在塔尔西斯前哨站贩售，同一个位置也会贩售新出的异域防具。如果已经有冲击核心了，就只会有异域防具。冲击核心效果是近战伤害会产生与超能力相符的元素效果，绝对是英勇之刃必拿的模组。还有使用赛季模组动能合成，基本上就不用担心弹药生成的问题了。另外还有一些使用上的小细节。英勇之刃有反屏障模组，这点在武器简介没写，所以提醒一下。长按的重攻击伤害会比点放大，但剑的飞行路径只会往前直走。最后是催化剂超级刀刃启动后可以超级跳，按法和极限渴望一样，启动条件需要格挡攻击一段时间，所以泛用程度可能不大。这边我也不知道长距离跳法的朋友简短介绍。首先需要有超级刀刃的英勇之刃，或是一把有极限渴望 perk 的剑，例如行星断头台、左半真相、右半真相、毒油。猎人用剑常见的远距离跳法是濒临猎人搭配相位粉碎深浅。启动条件除了左下角显示极限渴望、超级刀刃之外，需要在任何有高低差环境的高处边缘，在短时间内依序按下攻击空白键 X 即可。刚开始手指一定会打结，练习久了自然会变顺。重攻击会比轻攻击跳得更快更远，但英勇之刃和毒油只能用轻攻击。其实没有启动 perk 或催化剂也能跳，但移动距离会差很多。详尽的教学在 YouTube 搜寻关键字天命2极限渴望 Eager Escape 都可以找到。第一套配装要使用的是新的腿部精装幸运女神的眷顾，效果是生命值全满时可以获得并透过击杀充能覆盖护盾。顺带一提，职业技能若升到100以上，闪身也可以成为覆盖护盾的来源。覆盖护盾有多的血条和50%减伤，理论上会比后面介绍的冰霜护甲有用，不过精装效果的前提是生命值全满，在不会自动回血的无序边疆活动中，效果可能比较受限。收益于赛季模组奇异点之刃。英勇之刃在有虚空 buff 的情况下，攻击会弱化目标，击杀会产生虚空爆炸。精装效果下覆盖护盾没有时间限制，也就是几乎随时都有虚空 buff。如果有冲击核心，就可以让英勇之刃攻击同时有2种效果，例如搭配灼烧超能力就能同时弱化和灼伤目标，加上黄金枪切换天国猎鹰打王 DPS 也不差，算是猎人输出中伤害不错的组合。还有就是近战的时候要记得切换回来。相位和碎片可以依个人习惯搭配，我会使用辅助类型的技能，像是陷阱炸弹和黄昏立场手榴弹，来配合英勇之刃近战。武器上我最近会搭配区域否决框架的榴弹发射器，像是新武器图腾41搭配自动填装枪套 perk， 以及重型弹药的十字弓或狙击枪来弥补远距离的不足。推荐同样是新武器的翻新 A499， 虽然手感极差，但伤害真的不错。搭配羡慕刺客 perk 也不太需要换弹，而且狙击枪受益于动能合成，弹药取得容易，可以最有效率的在英勇之刃和其他武器间切换。第二套配装是冰猎的重生之握，利用黄昏立场手榴弹来取得冰霜护甲。虽然同样可以用于临近猎人，但冰猎可以玩得更加彻底。像威尔需要粉碎深浅，在空中按 X 下降粉碎目标，可以获得冰霜护甲，同时当个快乐的生法猴。死亡收割击败被缓速冰封的目标会产生冰凝碎片，捡起冰凝碎片会赋予冰霜护甲加成。碎片的部分有冰霜低语，冰霜护甲时间延长至13秒，减伤提升到50%，碎片低语和痛苦低语提升手榴弹能量。
锁链低语，增加濒临碎片的产生；传导低语，附近的濒临碎片会自动追踪你的位置。防具数值的部分加满手榴弹就对了，使用像是丢手榴弹进去立场范围内光剑近战。冰霜护甲时限内再按粉碎深浅粉碎被冰封的目标延续，最高50%的减伤，加上冲击核心的攻击缓速，伤害普通但保命效果杰出，让兵列除了跑酷之外难得派得上用场。